今天看这辆跑车呢，实力靠长相出圈。它还有 Brembo 卡钳、倍耐力恶魔3轮胎，带 TC， 还有特殊技能排气2个音。关键500的排量，价格还不到34000。哎，朋友，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一下哦。它呢就是来自于乌吉的 RR525， 我身边这个是红色版本啊。这个红不是本田的红，不是杜卡迪的红，而是有点橙红。那它另外还有2个颜色版本，黑色跟黄色，没有其他区别，都是一样的价格，33980。500的排量，这个价格是有点卷哦。作为一辆跑车啊，乌吉 RR525这位朋友的头呢，确实很有个性。官方说这个样子是经过分动测试的。那现在这样一个样子呢，跟我之前在摩博会上看到还不太一样了，但是依旧保留了前面这2颗大门呀，还有两边的络腮胡，再加上前面这个行车记录仪啊，组合起来就会有种张飞卖萌的感觉。不过官方给这辆车的定位呢，一点都不萌啊，赛道属性全 A 选手。那我们看下来呢，如果这边是舒适，这边是运动，这台 RR525不管是从人机三角、减震设定，都是明显偏向于这个位置的。包括轮胎呢，也是比较有抓地力的。那我们一个个来看一下，轮胎是倍耐力的恶魔3啊，已经是同级别里面抓地力比较好的胎了。那这套轮胎呢，胎温一上来就会有比较好的抓地表现。规格是前轮12070-17，后面16060-17。那这边的话是一个41毫米的倒置减震，然后我们往后看后减震。后减震的话，它是支持预载跟回弹可以调的，结构是多连杆。整个一套减震的设定呢是偏向运动化的一个方向。那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我在翻阅说明书的时候看到呢，它有部分车款前叉是可以支持压缩回弹调节的，应该是后面会有不同的版本出现。OK， 那它能体现这个运动性最明显的还是人机三角。我们上车看一下，我的身高是175，它这个坐高是785，因为它这个手把高度偏低，然后脚踏位置呢又比较高，所以整体的构成的骑行三角是比较偏战斗竞技的。跟春风的450 S2 有点像，再配上这套轮胎啊，这么一辆原厂车呢，去小赛道玩玩问题不大。讲完这些设定，我们先来看发动机。这台车的发动机呢，用的是一台直列双缸水冷8气门 DOHC 494排量的发动机，525R 街车上同款的 K1525发动机。在这台车上呢，调教会不太一样。那这个发动机呢，是龙芯参考本田500系列来的一个发动机，排量还会更大一点。在 RR525上的动力呢，是90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功率41千瓦，7500转的时候达到最大扭矩50.5牛米。那它实际的0-100刹车表现呢？这2天我们的实测中心也在测试啊。后续的话，大家可以下载我们机车圈 APP， 在无极 RR525的车辆详情页呢查看它的一个实际表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车子的一些其他细节啊。日行灯的话，它是门牙边的2个长条，打开的时候有流水效果。然后看一下近光、远光，转向灯做的比较隐蔽，在最边上。2边是比较有造型的定分翼设计啊，包括这下面横平竖直，我这个直女都觉得有那么点直男。然后这个后视镜呢是可以无极调节，没有卡位，这样子收起来之后，下次骑车要再重新对一下位置。仪表是一块 TFT 全彩液晶仪表，比较特别的是它有这个实时弯道倾角显示啊。虽然你跑山的时候肯定不会去看，但是跑完了之后看到这套最大倾角还是比较有意思的。然后可以通过 Mode 键切换 Sport、Normal 模式，在 Sport 模式下呢，长按左边这个下键就可以切换到娱乐显示，可以进行跑圈计时、买加速计时。再来是把这个倾角监测放到了屏幕最中间。整体配备了车联网系统，支持手机投屏、来电显示、地图导航这些功能。仪表左边还有个18瓦的 USB 电源接口。上三星这边呢，应该是为了轻量化做了这样的镂空设计。来看左右手把，左手把这边的话是有远近光切换按键、TC 键，现在国产配 TC 已经成趋势了。
再下去呢是菜单调节键、双闪、左右转向灯、喇叭按键，右边手把有 ABS 键、Mode 键、启动熄火开关，然后刹车拉杆这边是有5段的开度可调。在后面是这个做的很高的油箱，油箱的容积呢是14.5升加92G 以上的油。那这边的话，为了转向不打到油箱，做了很大的空，包括这样的一个设计。然后往后是分体式的坐垫，这个主坐垫的话是有一定的厚度的，前面做了这样的内收。然后后坐垫是没有这么一根绑带的，但是它下面是有后扶手。下面这个后平叉方方的，不过为了轻量化呢，用了铝合金材质。前刹车的配置就比较高了，是 Brembo 的对向式活塞卡钳，搭配了320毫米的单盘。后刹车呢是日清的单活塞卡钳，配了240毫米的单盘。最后呢，这个排气管是搞了点花样了，做了2种声浪的设定。实际上呢，就是通过调整这个消音器，它这个长垫片跟短垫片里面的位置调一下。那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。